对于 EA888发动机的了解，全国我也算是第一梯队的那几个人之一。全国最早修 EA888发动机的，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就是你们认识的那几个大咖。比如说在江苏的那个全国有名的那个修发动机的大咖，在2010几年的时候就打电话咨询过我，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问题在哪里，还是我同事罗涛介绍他认识我的。那么对于这款发动机，我们是非常了解，非常的想把它修好，而且也是绝对能够让你恢复巅峰状态的。那这台江苏镇江过来的大众 CC 严重的烧机油，500公里烧一次机油，在我这里修发动机烧机油，不光是给你解决烧机油的问题，还要把你发动机原来的缺陷改掉，该强化的强化，该改进的改进，让你做到既不烧机油，动力又好，油耗又省。那你肯定要说，现在有很多地方修烧机油很便宜啊，EA88发动机5000块钱大修，现在温州都有3500大修的，你敢去做吗？我这台车的成本进价就1万多了，一会儿我给你展示单据啊。你说我的成本都够不上人家的销售价，这样的大修有意义吗？对不对？不是说你发动机修出来延缓烧机油或者不烧机油就好了，这就好比是我这个人，我不杀人放火，我遵纪守法，你就要给我颁一面锦旗，对吧？这是应该做的，没什么好值得吹嘘的。只有说你把这个发动机修好了，你把发动机的漏洞都补上了，你让这个发动机焕发新生，甚至超越它原来设计的时候的样子，你才可以值得，不是吹嘘啊，才可以值得发扬一下。那你们仔细看看，我们是怎么把这台 CC 重新修回巅峰状态的。江苏镇江的车主满怀着希望过来，小公里数啊，16万多。先来追溯一段历史，看看有没有吹牛。其实我发的帖子比这个早得多啊，只不过是以前很多论坛我都进不去了，账号密码都忘了。当时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是2015年发的，看到没有？其实我真的是2013年发的第一个大修的帖子，当时也是这个烧机油的车子。然后呢，我找到了烧机油的密码。很多人认为这个活塞和活塞环的这个问题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这台是2015年的时候搞的。你看那个时候就写了改进的活塞，对吧？然后呢，改进的活塞环，对吧？什么原因都给它写好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啊，跟我现在的自媒体平台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操，后支架都掉下来了，这要在高速上就完犊子了。后面的2个减震器啊，漏的是一点油都没有了。那像这种情况下，减震器要不要换？现在呢，平台上有很多人可以修减震器，你们敢不敢去修？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谁修谁发家的 EA888发动机。不过我是没发财啊。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呢，居然是高压泵。高压泵漏油了，柱塞这个位置啊，被汽油冲刷的一点机油都没有了。那么要不要换？我操，拉成这逼样，到时候发动机声音会不会响哦？难道要换缸盖吗？拉成这个德行。拿掉气缸盖，可以看到活塞上都是积碳，分离发动机和变速箱，然后撬开油底壳，大瓦小瓦都拉伤了，看得很明显。再把活塞捅出来看一看什么情况，卧槽，活塞环都快对口了。这种情况你洗免拆治理有个屁用。再看一下第2颗活塞，也他妈快对口了，真是造孽，脑残才去洗免拆治理烧机油。像这种气门导管不是说街上5块钱一根6块钱一根买过来的，我们用的都是天然汽车的导管，看到没有？拿货价格就是15块钱一根，对吧？所以说维修质量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抠抠搜搜的就能搞的，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东西。东西拉走，去做超声波清洗，更换松旷的气门导管。国庆期间汤缸的师傅也放假，今天是最后一班。那么很多人说我们大修贵了啊，说我们是奸商，人家5000块钱就够了。姚子你过来看一下多少钱，这个7370啊，还有2个散的单子几百块钱，那加起来就差不多是8000块钱了。就发动机从配件商这里拿了差不多是8000块钱了。然后呢，大瓦小瓦油水液啊，机油防冻液、胶水、冷媒这些附件啊，包括气门油封、气门导管等等等等，这些是我家中常备，不在这个单子上。还有我们阿波师傅拿去外加工唐缸清洗换气门导管这个外加工的费用也不在这个上面。还有我们修车小哥的工时费
也没在这个上面，这些东西全部加到一起，这才是真正的成本，是不是要1万多了？你看我成本都1万多了，你说你5000块钱大修你怎么修出来的啊？如果说你5000块钱的大修能够有这样的品质，你是活菩萨啊！你既替车主省钱，你又把这个事儿办了，你办的是好事，行善积德。但事实上，5000块钱的大修是怎么做的呢？有2种，第一种是真低价引流。什么叫真低价引流呢？你到那边以后，确实是5000块钱给你做了一个大修包啊，大修包里面气门油封啊，各种密封件全都带了。然后呢，一副活塞环，搞完以后5000块钱。然后呢，当时肯定是能延缓，不能说100%好，肯定是能延缓啊。但是呢，你开起来的体感、油耗、动力，反正就不管了，反正只要保证你烧机油当时能解决就可以了。第二种呢是假低价引流。什么叫假低价引流呢？去的时候是5000块钱，但是呢给你留了陷阱，比如说水泵不包含在大修里面，你要换水泵加钱；废气阀不包含在大修里面，换废气阀加钱；链条不包含在大修里面，换链条加钱，安不拉当一顿加，估计也得过1万。所以说我们不玩套路，我宁可把真实的成本告诉你，现在多花点钱，但是你花的钱我都给你花在刀刃上，不花在你身上，是用来让你以后没有后顾之忧，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是说我要多赚你那么多钱。这大瓦都已经装上去了，对啊，掰下来看一下，给车友们看一下是不是原厂的，掰一片下来，大正奥迪标，看到没有？全新的瓦都是原厂的，上去吧。来，这个止退片看一下是不是原厂的，这个是服务站的止退片啊。我们大修这种核心件都给你是原厂的，或者是跟原厂平起平坐的，差的东西我们不用的。5000块钱的大修能给你换原厂止退片吗？这里有个暗道机关要跟大家讲，头尾2道的大瓦螺丝最好是给它换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款发动机头尾2道的螺丝可能会断啊，断不断看天意，反正我是给你换原厂全新的了。那为什么会断呢？你看中间几道这个地方都有连接的，因为它侧面有辅助螺丝，而头尾2道这里是空的，看到没有？这里是空的，所以说这个是它设计上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锅我也不背，车主也不背。如果保修期内断了，算我倒霉，我赔；如果保修期外断了，你倒霉，你自己掏钱。这个咱先说清楚。那大瓦螺丝呢，60牛米加90度啊，按原厂维修手册的要求来。咱们这个活塞呢是3代11888的小活塞啊，尺寸是82.420，二代的是82.455或者是82.465。来侧面翻过来摇着。使用的活塞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配淡化处理的油环，万无一失啊。那我呢又在这个基础上跟那个周建平买了一套不漏气活塞环，那到时候本地的11888大修我试一试，看效果是不是更好。来竖起来。那这个活塞呢，我们不是原厂活塞啊，是小日子李岩的活塞，小日子李岩的。原厂的活塞是科尔本配套的，那科尔本呢是德国工艺，小日子李岩呢是日本工艺。其实2个牌子呢是平起平坐的，日系车什么丰田、本田用的都是李岩的活塞。那我之所以会采用李岩的活塞呢，不是说科尔本的不好，只是我个人更喜欢小日子的东西，它比较精细一点，开起来好像更丝滑一点。我更喜欢东京冷，但我不喜欢啄木鹰。准备上活塞啊，像这个小碗呢都是带涂层的，这个我都不是配件商那里拿的，我都是主机厂的朋友那里整板批发过来的。这个活塞环啊，开口标记4道环，原来呢是3道环的时候呢，它错开120度就很容易对口啊。那现在呢改成4道环了，这4片对开180度，相对更不容易对口。来，调了啊，来，调了啊。小瓦螺丝啊，30牛米加90度。2.0T 呢，原厂是40牛米加90度，因为这个螺丝20利用的，所以说30牛米加90度。打胶一定要打出艺术感啊！那我用的是菲比的胶水，原来是用5910的。那现在之所以改用菲比呢，不是说因为5910的不好，而是5910的干的比较慢，而且菲比这个胶呢打出来，它拉出来的胶线更容易成型。来下盖儿，哦耶，完美。本来呢，原来直接可以从这里连过来，跟它连牢，打一个辅助螺丝过来，那这个大瓦螺丝就不会断了，是吧？我觉得厂家挺蠢的，现在发现呢，还真不是他蠢，是我蠢啊！那为什么不能这个直接打一个螺丝过来呢？你看到没有？这里装链条轨道的螺丝在这里，你这个螺丝打过来，那螺丝跟螺丝不是撞到一起去了？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解决这个螺丝会断的问题，最好是厂家做出那种锻造螺丝，更高强度的锻造螺丝，航空级别的，头尾2道用航空级别的，或者说我自己去开个模子看能不能做。那我们大修呢，能用原厂的都是原厂件，像这个曲轴后油封就是原厂的。那如果说你嫌贵，你说你要用大修包修，想便宜一点也可以，我给你大修包修，价格比这个便宜很多，也可以给你做2年的质保，对吧？但是大修包修出来的跟原厂散件一个个加起来的品控肯定是不一样的。来，牛逼！苗子啊，这个垫片硬了吧？很硬啊，塑料的那种。塑料一样是吧？对。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知道不？这个是封住曲轴箱串气用的。如果这玩意儿没有封住的话，废气阀严重的超负荷运作，因为废气往这个反串了嘛，对不对？超过了废气阀的负荷能力，烧机油。油位传感器密封圈啊，一次性给它换掉啊。虽然说这个小东西，原厂的也得10几20块钱一个。更换原厂全新油底壳，
一般情况下呢，油底壳没毛病，我们是不换的，给你省点钱。但这个呢，放油螺丝被人拧滑丝了，那只能换新的。安装平衡轴啊，要轻松插入。装这个平衡轴呢，就体现出男人不是修理工的自我修养啊，要轻松插入，丝滑插入。好，为什么这个电磁阀要换掉呢？里面击穿掉了的。油从插头漏出来了，对吧？链条轨道全部换新的啊，不是说旧的坏了，旧的其实也没坏。那既然我修了，我希望你再开个30万公里没有问题，对不对？这种摩擦部件全部给你换掉。这个堵盖呢，一次性换掉，用的是大货车黄铜的堵盖。这个是皮带啊，水分的皮带也换新的。我希望你能再开30万公里，所以这种易损件都给你换掉。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这款变速箱呢 DQ250啊，绝对不是250，相当牛逼的一款变速箱。我见过的湿式双离合里面这一款是最稳定的。当然了，这里我们没有动它，这个车不动变速箱，它也没漏油也没干嘛，我们只是原样给它装回去。有点腐蚀对吧？那就打胶呗。正常来说呢，我们是不打胶水的，但是这个车呢面有点腐蚀，还是打点钢电胶，晚上睡得安心一点。这个要先声明啊，如果说没毛病，我们是不涂的，除非有腐蚀，那是没办法。姚仔来把那个胶拿过来看一下，这个鹰头胶啊，这是老美那边的钢电胶专用的，使用全新的进气门弹簧。那为什么进气门弹簧要换呢？因为这款发动机进气门弹簧到了一定公里数以后，很容易疲劳折断。那是不是材料问题还是设计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去媒体上查一下，比比皆是啊。所以说大修的时候建议你们都换掉。那如果说你想控制成本，我说不换了也可以啊，生死文书签掉，断了别找我。使用进口2.0的气门油封，这个气门油封呢是我家里常备啊，不是说从配件商那里拿的，我是家里备着的。然后呢，火花塞用原厂的啊，没有必要用什么一金啊、钛合金狗眼的，原厂的是最稳定的。到时候呢再换一个铝合金3通，那这个缸盖就强化了。我们途哥正在安装气门锁片，其实这个装锁片挺麻烦的，我打算去买一套神器，用手按的那种，咔咔咔一路过去，很方便。这玩意儿太麻烦了。像大修的时候啊，这个边盖啊叫下部分离器，你们换不换的？大修包里面呢，这个密封垫是有单换的，但是你单独换这个密封垫，我100%包你漏。为什么呢？这个塑料的会老化掉，老化了以后，你光换这个垫，你拆一次100%漏。上缸盖，这缸盖螺丝啊，60牛米加90度啊，不要搞什么40牛米2个90度，你拉不过去的。我几百台上千台的试验了，我说的绝对不会错，出了问题你找我。换了一个顶筒对吧？对，好上去吧。卸下一个就换一个，咱不可能说全给他16个都换了，浪费钱对不对？这个缸盖这一道拉的有点狠的，看到没有？发动机声音可能会有点大，提前给你做个心理建设。不过呢，有可能运气好的话，声音也不会那么大。这个看天意啊，拉掉了，要不就换缸盖。这个是17奥迪原厂的水泵啊，17奥迪原装的，带标带码的。像这个水泵这样的东西，5000块钱的大修肯定是不给你换的，对不对？你要不你就加钱，是吧？然后呢，你发动机你买个裸机，有些人不是说换发动机裸机吗？你裸机买回来，水泵它也是不带的，你一样要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以为换发动机或者5000块钱的大修就很划算，加起来是一样的。上盖儿，原厂水泵到位啊，绝对不会漏水。姚导，来我看一下你调的力矩，18是吧？实际上15就够了，调到18呢是因为这个工序有3牛米的误差，所以我们给它调到18。全部检查一遍啊，15牛米拧紧，直接用那个电钻打不一定标准，扭力扳手再检查一遍。像这种垫子，既有个底座密封垫，既有367密封垫，大修包里也有带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大修包，而要拿原厂的？希望给你用的更长久。你如果要便宜，要用大修包也可以的，我也保你2年，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跟原厂的比肯定是有差距的。3位4通阀啊，我们打30牛米，实际上是27牛米，30牛米没关系啊，不用这么矫情。全套3代 EA888 的链条，这个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链条，看到没有？很粗壮，很密实。但是听说啊，5代 EA888 把这个链条又改窄了，大概只有这么一点，估计是怕我们没饭吃，给我们留点后门。把密封圈换掉啊，上原厂链条盖。那你说要省钱用大修包，换中间那个油封可不可以？啊，当然也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换油封肯定没有换盖子总成来的舒服，对不对？便宜有便宜的做法，贵有贵的做法。这个刹车真空泵呢，这种方形的基本上不会坏，那咱就不换了啊。一般圆的那种漏了就给我换掉，方的这种厂家也意识到圆的那种会漏，所以后期的车都改成方形的。更换原厂的链条上盖。那有些人说了，我用大修包，大修包里面带这个垫子的，我盖子不换行不行？当然可以了，对不对？便宜有便宜的做法，但是这个盖是塑料的，时间久了肯定会有点变形。你只换垫子，当时可能是没事的，那你可能2年保修期内也没事，可能过了3年它就漏了。但是如果你换原厂的盖子，有可能过5年都不漏，对不对？所以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有贵的道理。
来的时候呢，很明显这个高压泵就泄漏了。那泄漏以后呢，咱们给它换个日立的啊，日立的，这个是Hitachi啊，这个不是东京冷啊，日立。那么有些说省油一点啊，省钱一点，能不能省钱的做法？当然可以。这个就是市面上在买的里面那个油封，但是日立原厂是不提供油封的，你们买到的油封都是副厂件。你要省钱可以的，谁要这个我送你了，你要不要？我送你。但是能有多久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新的泵上去，我不敢多说，5年肯定没毛病。这个呢是原厂的磁铁啊，原厂的。那到底要不要换呢？有些5000块钱的大修磁铁就不换了，就得给你用回去。这个磁铁用个3到5年，这里多多少少会漏油的，都会击穿的。所以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对不对？这个是哥们儿专利的废气阀，内置撞凝机构，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双重分离、双重保障。但是话要说清楚啊，发动机本体或者涡轮存在问题的话，你光换废气阀是不能解决烧机油的问题的。所以有些车友认为啊，换个废气阀换10度搞定，那是不可能的啊。那5000块钱的大修，废气阀也是不包含的。如果说你要换废气阀得加钱，那当然了，我这里没有5000块钱的大修。然后呢，你看原车的喷油嘴密封圈都已经溃缩了，看到没有？都缩的这么扁了，你说你换不换？喷油嘴的修理包全部都换掉了啊！我们用的是这个2.0的修理包，就是原厂配套的。你说5000块钱的大修能给你换的这么好东西吗？安装进气歧管，上涡轮增压器。那这个涡轮增压的还好，就是一个断路阀漏油了，然后换个断路阀就 OK 了。机芯没问题啊，如果你机油用的好，防灯用的好，这个发动机这个涡轮增压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那如果坏了的话呢，省点钱换机芯啊，讲究一点换总成。石川岛的涡轮总成一个进价3100，那你说卖给你多少钱合适呢？所以说还是好好保养，不要换，这样才是最省钱的，对不对？这个涡轮断路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10个车里面9个漏，厂家是不是应该改进一下？你皮尔伯格也是个大厂，对不对？你不要搞得会漏，是不是？这功能上其实是好的，要不是因为漏油，我是不换这个东西的。这玩意儿哪儿坏了呀？哦，里面就光了是吧？这么大个洞，镶4套估计都不好镶，还是换一个吧，反正东西也不贵啊。如果这东西很贵，那我就给你镶4套了。但是东西不贵，那还是换个新的。这一台经过我们精心维修、强化过的无懈可击的发动机就差不多了。那因为呢还有几个小件没到，明天再进发动机舱。今天呢先放在这里，我们先搞底盘的事情啊。说到这里，很多人说换一个发动机更划算。对于这批想要换发动机的，那我接着再花几分钟时间跟你掰扯掰扯，换发动机到底划不划算？我找配件商要来了裸机的价格和图片。然后呢，我们来掰扯掰扯你们这帮天天嚷着换发动机总成的所谓的一汽大众再制造的发动机怎么划算的啊？那这个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一汽大众的再制造发动机，绝对是一汽大众再制造啊，不是那个广东某田的那个副厂拼装机啊。那么这个东西划不划算呢？我们先看看它的价格啊。配件商订货价格12000啊，给我加800，12800给我，也就是说到我手里是12800，那我卖你多少钱？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只是一个裸机啊，什么都不带的，看到没有？涡轮这边不带的，上面点火线圈都不带的，里面火花塞也不带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涡轮不带，这边进气歧管不带，那你旧的涡轮、旧的进气歧管你挖过来吧，对不对？然后呢，底下水泵不带的，水泵皮带不带的，机油散热器不带的。那像有些车呢，大修的时候，水泵我都是给它换掉了啊，因为水泵第一个它有些没改进过，第二个拆过以后容易漏水。那机油散热器如果没有堵，给它用回去；如果堵了，你得换掉。那这个都是不带的。那不带的话，你是不是要单独花钱买啊？这些附件，对吧？然后呢，后面刹车真空泵是没有的啊。那么这个车你刹车真空泵这个位置就是刹车真空泵的位置啊，你刹车真空泵坏掉了，你是不是也得单独花钱买，单独花钱换？刹车真空泵的密封垫，你是不是这里有张三角形的一张垫子，是不是也得换？所以说这个裸的发动机它就是一个裸机，它其他什么都不带的，附件移过来工时费得收吧？你不是说这个东西直接往它发动机一端就能用了，对不对？附件装好以后变成总机端到发动机舱里面去得收费吧？而且这个东西油水液都不带的，机油防冻液还有冷媒之类的油水液都不带的，你得重新加吧。再加上火花塞也是不带的，你得重新换，你不能说大修火花塞都不换嘛，对不对？那么附件的费用、油水液的费用，再加上边上的东西拼装拼整机的费用，发动机端进去的费用，加到一起，那是不是比大修都要贵了？你划算吗？对吧？那有人说啊，我这个整机性能会比较好，我们修出来的发动机性能不比整机差。那最重要的是，发动机钢印号是没有的，这是光的，看到没有？你自己打钢印号违法，车管所要是知道了，随时可以来扣你的车，你一句话都没得说。如果说你去车管所登记了去打钢印码，他不会给你打在这里，因为在车上这个位置打不了，他可能会给你打在这里或者打在这里。那么车管所打的当然是合法的，但是呢，他打的跟原车不一样，他是用钢印机或者是用钢印敲上去的，很难看，这样会影响到你这个车的交易价值。所以说买整机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美好，找一个靠谱的修理厂把车修好，这才是王道。
换点火线圈插头，4个插头没有一个是好的。我们修车呢，连一个螺丝、一个插头都必须给你搞好。你说5000块钱的大修，能给你这样子修吗？整套点火线圈插头全部换掉，看上去终于舒服了，下个车了。全新的变速箱机脚啊，是一点都没有间隙的。那这个旧的呢，已经矿量这么大了，要不要换？你们那些说我们是换件工的，你把它修回去，我2倍价格给你买，你给我修回去啊。然后呢，这个是发动机的机脚，要不要换？全新的发动机机脚，全新的回水壶，回水壶呢因为有点漏，而且有点老化了，里面水垢比较多。全新的暖风水管，因为这个暖风水管啊，时间久了会炸管子，你总不希望开着过2年夏天咔就炸了，对吧？所以说大修的时候顺便一起换掉。这元宝梁衬套啊，新的元宝梁衬套到位，这个后支架也给它换掉，这样呢发动机就稳固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早上又到了一些东西啊，后节缓冲块，这个是上汽大众原厂的前减的这个波形套，前减震器的防尘套，这个是奥迪原装的一个发电机皮带张紧器啊，这个也是原厂的皮带张紧器。这些呢就是额外就是我这里自己出的东西，废气阀、气门导管、气门油封、涡轮卡子、胶水、油水液、皮带张紧器啊，就这个东西。化油器清洗剂、机头水、汽油就是用来洗零件用的，油位传感器密封圈、大小瓦、点火线圈插头、智能定位、R波外加工、后减防尘罩。那后减防尘罩就是后面2个罩子，因为减震器换粗的以后，原来的小罩子会卡住减震器。前减的波形套、后减缓冲块等等等等等等。开打！为什么不用我们那个专用工具中间给它定位定掉，把螺丝松出来？划掉了里面上一次换的人把那个洞搞圆了是吧？那这就怪不得我们了，那直接切掉吧，连平面轴承顶胶一起换嘛。本来想给他省点钱的，但是没办法，之前被人超圆了，我也没办法。那更换全新的减震器啊，平面轴承顶胶呢，本来想给他省点钱的，没办法，之前那个大哥把那个洞搞圆了，然后我们只把它切了，对吧？减震器我们用的是什么呢？萨克斯的，看到没有？原厂配套的。那现在这个汽修行业呢，群魔乱舞，从换底盘胶套到修摆臂球头，现在又发展到修减震器，我也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想的。估计啊，再要不了多久，就跟巴铁一样的，手搓刹车片，是吧？手搓离合器摩擦片，对吧？给你手动调配润滑油，手动调配刹车油，这个乱象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这干嘛要拆一字板内侧啊？它那个减震螺牙是滑的，上次被人拆过滑了是吧？哎，要理一下。我去，这个减震器的螺牙呢，给它修复了，里面打的全是黄油。之前那个大哥，他滑了以后啊，他用黄油来润滑，硬劲请进去了。那么这个减震器呢，连缓冲块、防尘罩我们一起换了。这个防尘罩呢，给它换成3C0的，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后期的减震器都加粗了，原来1K0的那个会卡住这里啊。那后减震器呢，我们用的也是萨克斯的，这半边还没换上去啊，也是萨克斯的，也是原厂配套的。在我们这里啊，没有这种修减震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机油压力感应塞呢，它原车的也没击穿啊，当时开了这么多年了，万一击穿了，哪天漏油了要来找我麻烦了，是不是？一般外省的车子都把它换掉，本地的呢不换就不换了，因为本地的如果击穿了，我本地处理也方便，对不对？上3元催化，得亏啊，这个3元催化没有坏啊，这东西坏了原厂很难买。不过现在呢，有做3元催化的载体做的非常好的，也可以寄过去，割开在里面换载体。来，发动机进去喽，上元宝梁。来，这个元宝梁呢，咱啥都没动啊，就换了个元宝梁衬套。咱们修车也不是说什么都给你换，实事求是，好的自然不会给你动，对不对？不好的让你换，你就老老实实换。发动机进去以后呢，接管接线啊，估计再过个把小时这就可以启动了。姚磊，过2天有一台在外面5000块钱大修过的车，现在说又烧机油，开起来又不舒服，过2天要过来。那这种车很难搞哎。那难搞也没办法呀，人家上当受骗了，咱也不能看着不管，对不对？到时候再做一期视频嘛，给大家看看。使用德联的防冻液，奥迪出厂原厂初装防冻液配套商之一。我们这里呢，油水液用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那种很差的东西我们是不用的。使用德联5W40的全合成机油，这个呢是奥迪的原厂配套机油，型号是这个型号啊，德联的 L4000型号，用也绝对足够了。磨合期第一次3000公里换油，用这个就可以了。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这个机油呢不是最顶流的机油，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这个机油是哪一款呢？其实就是这一款。这一款德联呢，就是德联向市场供应的机油，在 4S 店呢就是那个灰色桶的奥迪原厂包装的。这款机油主打一个性价比，反正3000公里左右磨合期过了，你就要换掉的，这个机油足够。那如果说你要求特别高，那用超级全合成或者精美孚这个也可以，对吧？但反正初次磨合期的，那就用这个就可以了。原厂出厂就这个机油。来启动。换过泵，油还没上来啊。
使用全合成冷媒啊！哎呦我操，这个世界上有全合成的冷媒吗？亚运会指定合作伙伴啊，品质肯定不会差的。出去试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这个英皇国际已经倒闭了啊 ，KTV 的小姐姐没有了，没啥好看的，看本帅修车。上高速试车，今天高速免费啊！我们往丽水方向走东涌高速试车，真正的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这台 CC 虽然说马力没有我那个奥迪 Q5 大，但是车身比较轻，整体开起来这种感觉啊，不比那个 Q5 差，那推背感是杠杠的。下高速，经过3天的艰苦奋斗，这台大众 CC 呢完美收官，动力很猛，声音很轻，油耗也有所下降。那经过这一次的维修，大家对于低价引流大修5000块钱的大修，3500的大修到底是个什么鬼？我也说得很清楚了。那到底换发动机整机总成划不划算？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擦亮眼睛啊，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就不用我再雷述了，对不对？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刚才那个 5W40的德联就不错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那个里面有。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做到这些之后呢，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如果说你想找我修车，你说要便宜的，用大修包也可以，好吧？我这里比较开放啊，你要高规格的我也做，你要一般般规格的我也做，但是呢，太低贱的那种事情我是不做的，因为我没那么贱。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山熊猫修车机油不迷路，完美交车。